贺氏集团完成海外业务部署，总裁贺连川今日归国。Don't act so special. What I do is not for you. Forget about it. You made this mess up. Knock at your door. Don't you ignore. Oh, forget about it. Got you running in circles. I know. Touching me. Get your puzzle like Dolce Gabbana. 再来一次。合约期到了，该结束了。你说什么？当初给你200万，让你陪我2年，现在合约期到了，我们当然该结束了。你要跟我分手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就敢跟我分手？怎么？你在这一行很有名啊？我不同意分手。不是分手，是解雇。既然收了我的钱，也该做到不纠缠不越界，这点职业素养总该是有的吧？我好了，其实我也很舍不得你的，毕竟你的专业和能力都挺让我满意的。这是额外的100万，算是奖励你的表现。没听新闻吗？我老公要回来了，以后不需要你了。副总，明珠小姐已经走了，不然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，别都感冒了。滚！宝，你猜的没错，你那个继妹果然安排了狗仔跟踪你。你包养小白脸的事儿已经冲上热搜了。明家现在什么情况？老爷子气疯了，连夜找人撤热搜。对了，还有贺林川，听说已经冲到明家去算账。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丽丽，你给我滚回来！这样最乖了。小白脸私会，闹得满城风雨，这明家的脸呐都被人丢尽了。宗玉，你消消气，兴许这有什么误会呢？妈，你就别帮姐姐说话了，她本来就喜欢花天酒地，闹出这种丑闻也是她自找的。给我闭嘴！明川呐，这个事儿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等明叔回来以后，好好的教训他。想怎么教训我呀？你还真敢回来啊！你跟那个小白脸的偷情照已经在网上满天飞了，我要是你呀，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照片拍的不错啊，哎，我这儿还有视频呢，你要吗？你可真不要脸！林山哥刚一出国，你就急不可耐的找男模厮混，真让人恶心。一个鸠占鹊巢的野种，还敢对我指手画脚，还敢说我不要脸，勾引自己亲姐夫，连孩子都快搞出来了，有什么资格说我不要脸？
够了！你自己品行不端，还敢动手打人？贺林川，新婚前一晚就跟自己的小姨子滚床单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我跟雪瑶那是意外，倒是你明目张胆的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有一点点身为贺太太的自觉吗？我就是给你戴绿帽子了又怎样？只许你跟明雪瑶去国外鬼混，还不许我包养小白脸，拿你那些道德枷锁来绑架我，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婚内出轨，现在还打你妹妹，你哪有半点当姐姐的样子？你倒是做了个好榜样，要不是你当小三勾引我爸，你女儿也不会学着你的样抢别人老公。放肆！怎么跟你妈说话的？我妈早就死了，就是这个狐狸精整人开车撞死的。胡说！那场车祸只是一个意外。就是，谁让你那个短命妈走路不长眼，被车撞了也活该。你是想死吗？不要这样跟你姐姐说话。小叔，阿姨知道你是受了太大的打击，得了妄想症，阿姨不怪你。装，接着装，老绿茶，你把我妈害死，还敢在我面前假惺惺，你比你女儿更该死。明叔，你非要这么胡搅蛮缠，搞得全家鸡犬不宁吗？不是你们打电话把我叫过来的吗？现在又怪我翻旧账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蛮不讲理？之前就是我太隐忍了，才会被你们这些垃圾欺负，才会把希望寄托在你这个烂人身上。要不是你那个短命妈跟贺家有交集，你以为林川哥会娶你？你倒是配得上了。那我跟贺林川离婚，把他让给你好了。反正这种垃圾，只有你捡着当宝贝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与我结婚是孟阿姨的遗愿，我不会同意跟你离婚的。我妈那是希望让你保护我，让我幸福。可你做的这些事，我妈她就算地下有知，也只会支持我离婚。胡闹！我们明家和贺家两家生意盘根错节，如果你要离婚，那就把明氏的股份还回来，确保不影响我们两家生意正常的往来。就是，还有你手里贺氏10%的股份也要还回来，那是贺家给林川哥妻子的彩礼，你都要跟林川哥离婚了，凭什么还拿着？明氏的股份是我妈留给我的，我凭什么拿出来？至于贺氏的股份，那不是彩礼，是贺老爷子让我帮忙打理贺氏给的报酬。你不会以为你跟贺林川结婚也能拿到贺氏10%的股份吧？可笑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贺老爷子看得上你吗？就算我跟贺林川离婚，你也进不了这家的门。你嚣张什么？你现在在外面名声已经烂透了，离了明家和贺家，你连屁都不是。是啊，你名声好，你勾引别人老公；你名声好，你跟姐夫上床。我和雪瑶没有私情，我带她出国只是为了照顾她。照顾是照顾，都照顾到床上去了。真以为你们俩那点龌龊事，当我不知道？那真的只是个意外。我那天喝多了。喝多了就可以睡自己小姨子，还不止一次。是我不对，可你不也找了个小白脸吗？这样我们各退一步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过不去，别人用过的二手货，我心脏。贺林川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痛快的签下离婚协议，否则我就把你跟明雪瑶偷情的视频曝光到网上。我保证，你的热搜比我大。爸，你看他自己弄出了丑闻，让明家蒙羞，还敢威胁我们。你还有脸告状？自己做事不干净，被人抓住了把柄，活该被人拿捏。你呀，有明叔一半聪明，也不至于被他逼到这种程度啊！老爷，雪瑶平时就乖，才不会做什么偷情的事儿。这之间呀，肯定有误会。别又我老糊涂了，你们一个个的，非要把明家败光了才甘心呐！爸，过去的事就算了，我跟明叔的婚不能离。我不会让他离婚的，我要停掉他所有的信用卡，让他无钱可用，到时候他自然会回来服软的。
燕哥，燕哥，你交代的事我都查清了，确实是明书小姐故意设计曝光你们的关系。热搜的事也是她在背后推波助澜。她什么意思？利用我报复她老公？不止，明小姐的未婚夫在跟她结婚当天和她继妹，也就是明家二小姐搞到了一起，之后连夜逃婚，带人躲到了国外。明小姐想要离婚，就只能先把两人逼回国。把我当做工具用完就扔。明叔，你真是好的样子。还有，我还查到明家濒临破产，也是明小姐的手笔，她在暗中针对自己的父亲。燕哥，你隐藏身份给人家当小白脸，结果人家只是利用你来对付明鹤两家，你这次啊，可算是彻底翻车了。去！我们之间的关系由不得他说结束。你是打算？他明家不是生意不景气吗？那就把度假村的项目送给他。他想要明家破产，我偏不让他如意。他想要搞垮明家，只能过来找我。我订了一瓶好酒，给你尝尝。对了，按照你说的，明家的生意我都给接了，现在他们资金链彻底断裂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收网？急什么？看着猎物垂死挣扎，不是更有趣吗？那贺林川呢？我手里有贺氏10%的股份，我能搞垮明家，就能搞垮贺氏。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这可不是你的作风啊！放心，贺氏不是贺林川一个人的，只要我做出鱼死网破的态度，贺家就一定会有人出面劝他。这不是明书吗？信用卡都被停了，还敢来这种地方消费？你就不怕付不起酒钱，把你留下来卖身抵债？明雪瑶，你长臭是吧？是啊，妹妹，我都已经落魄成这样了，要不然这单你帮我买了吧，也好让我这个不入流的人沾沾你二小姐的光嘛。你消费凭什么我买单？该不会你也没钱了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你不是一向自诩明家最受宠的吗？怎么跟我一样落魄啊？还以为就只有我这样啊，看来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谁跟你这种下等贱货一样？这钱我当送乞丐了。来人，他们这一单我买了。那就谢谢妹妹了。您好，女士，今晚一共消费80万。多少？多少？80万！你吃唐僧肉了？点10个男模一晚上也花不了80万啊！才80万而已，妹妹你这么惊讶做什么？就是堂堂明家二小姐，该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？连80万都出不起，明家二小姐的财力也不过如此了。表面光鲜罢了。听说最近明董事在低三下四的求人助资，估计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们给我闭嘴！你是故意让我丢人的。是你自己答应要买单的，我又没逼你。现在想反悔也来得及，反正不过就是丢点脸而已嘛。你又不是没丢过。有些人呐，就是喜欢拿肿脸充胖子，实际上这都比脸还干净的呢。你敢骂我？你算什么东西敢碰我闺蜜？没钱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付不起钱还打肿脸充胖子，哼，垃圾！谁说我付不起钱了？不就是80万，谁付不起啊？这张卡里的钱够买下你们整个会所。明叔，你别太得意，你手上1分钱都没有，我看你能逍遥到什么时候？
明家这些人也太蠢了，以为停了你的信用卡就能拿捏你，哪知道你早经营了自己的生意，赚的比明家主业还多。明宗远欠了这么多外债，要是知道明雪瑶花了他这么多钱，肯定饶不了他。真想看看明雪瑶回家以后他什么表情。快看，那是周家的公子哥周驰，年纪轻轻就在投资圈混得风生水起的。他身边那位，该不会是傅修燕吧？傅修燕？哎呀，就是京城第一豪门傅家的太子爷，傅家的产业遍布全球，他说是富可敌国也不夸张。这位太子爷长得那叫一个惊为天人，简直是全城名媛的梦中情人。惊为天人？我倒是见过这样一个人。小白脸长得真好看，现在男模质量都这么高了。带着婚戒，还出来找男模？除了偷情，才刺激。牵我，跟我走。也不知道这个太子爷有没有我的小白脸长得好看。怎么了？我好像看到我金主。走，去打个招呼。宝，哎呀，宝，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断了，你还跑到会所去挥霍，你是要把我们明家毁了你才安心呐！爸，这事不怪我，是明叔花的，我是替他付的钱。是啊，老爷，雪瑶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家的名声。明叔没有钱，还出去花天酒地，这不是往你脸上抹黑吗？混账东西，当年就不应该心软，把他寄回明家的。老爷，有位吴特助来找您。明董事你好，我是傅修燕先生的特助。傅修燕是傅氏集团的总裁傅修燕吗？这是城南度假村项目企划书，我们副总有意与明氏集团达成深度合作，后续资金会全额跟进。哎呀，真是谢谢副总的信任呐！副总真是雪中送炭呐啊！我们副总还特意嘱咐，邀请明董事携家人一同参加傅家举办的慈善晚宴。
这是请柬。好好，劳烦转告副总，我们一定准时到场。哎，不知道副总如何突然看中我们明家了？副总说是因为您的女儿。我女儿？东西送到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慢走啊。因为我的女儿，哪一个呀？还能是哪一个？当然是我们雪瑶了。咱们明家可就雪瑶一个未嫁的千金。可我没见过副总啊。你没见过他，不代表他没见过你啊。听说傅家正在给傅修燕议亲，肯定是因为傅修燕喜欢你，所以才帮咱们家。那我岂不是要当上傅氏集团的总裁夫人了？雪瑶啊，爸爸没有白疼你呀，你可是我们明家的大福星呐！你只要搭上傅修燕这条线，我们明家不仅能摆脱困境，甚至还能一飞冲天呐！啊！这么开心啊？是明氏终于破产了，提前庆祝吗？你胡说什么呀？傅氏刚刚派人谈合作了，明氏马上就能起死回生了。傅氏怎么会突然跟你们合作？当然是因为傅家太子爷喜欢上我女儿了。哦，原来是太子爷眼神不好使啊！你就是嫉妒我。太子爷为了娶我，可是把城南度假村的项目都给了明家，还邀请我们去参加晚宴，这是想追求。傅家可是京城第一豪门，这几天你给我安分守己一点，要是影响了明家和傅家的合作，饶不了你。这傅家太子爷什么口味？竟然看上了明雪瑶，真让他们抱上傅家的大腿，我还怎么收购明氏？副总，项目企划书已经送到了明家，明寿小姐也在晚宴的受邀名单里。好漂亮啊！这是谁家的千金啊？她你都不认识？明家大小姐明淑，前段时间包养小白脸上热搜的那位。不过听说性子特别奇怪，她的老公贺林春啊就受不了她，一结婚就跑到国外去了。明叔，你果然在这儿，走，跟我走。贺总这是准备好财产分割协议，来找我离婚的。离什么婚？我没说过要跟你离婚。不离啊，那就把路让开。哎，你胡闹也要分清楚地方，这是傅氏集团的地方，你想让我们一起完蛋？听说傅家小少爷看上了明雪瑶，你这么拦着我，是不是怕坏他们好事？把自己小情人送到别人床上，你可真是个男人。贺总、贺太太，最近网上全是二位婚变的传闻，能回应一下吗？各位说笑了，我们夫妻二人感情很好，哪来婚变的传闻？贺林川，你要是现在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我按在地上，就给我放开！这么多记者，你想再上一次热搜，而且趁这次机会，赶紧把我们婚变的事情解决了，对你我都好。我凭什么配合你演戏？我们这么多年又是夫妻，体面点不好，你非要跟我撕个脸？想维持体面就别干不体面的事。我敢把包养小白脸的事情爆出来，你敢把睡自己小姨子的事情说出来吗？你疯了！
各位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我明叔跟贺林川已经离婚了，是我不要的他。林小姐，前2日您和陌生男子的亲密照上了热搜，请问那位男士是您包养的男模吗？您是为了他离婚的吗？当然，副总来了，副总来了，副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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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！副总，副总，看镜头，副总，这傅修燕怎么老是坏我好事？小白脸，他怎么来了？你是傅修燕？我包养的小白脸，竟然是傅家太子爷！干什么？啊，副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夫人她喝多了，待会儿我向您敬你一杯，给您赔礼道歉了。你有什么资格敬我酒？听他的语气，不会还在记恨我踹了他的事吧？副总，久仰大名啊！我是明氏集团的董事长明宗远。啊，林董事好。副总，能给明氏合作的机会，真是感激不尽呐。明董事长不用客气，请。傅修燕对岳父这么客气，难道真的看上了雪瑶？明叔，你还真是恬不知耻，敢大庭广众之下勾引太子爷！用得着我勾引他？早睡了千800遍了。你当众宣布离婚，不就是为了引起傅修燕的注意吗？贱货，就是贱货！为了攀高枝，真是什么都敢做。你勾引自己姐夫，转头又想爬上傅修燕的床，论下贱，我可比不上你。你就是嫉妒傅修燕喜欢我，等我当上傅家少夫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谢谢。傅总好，谢谢你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宴会。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？我必须要认识你吗？哎，副总，您的特助亲口说您是为了我的女儿才跟我们明家合作的。你们明家只有一个女儿。明大小姐，明氏集团能拿到度假村这个项目，多少是沾了你的光啊！姐姐什么时候跟副总这么熟啊？哎，副总，您跟我的大女儿认识，你们两个，我们两个的关系，不如让她自己说吧。副总这话里有话，该不会是跟明叔有什么故事吧？难怪明叔小姐要离婚呢，原来是给副总腾地方呢。我跟副总的关系
确实没那么简单。之前傅氏跟贺氏有生意往来，我们在工作上很合拍。确实，我跟明大小姐各个方面都很合拍。我怎么不知道你和傅氏集团有合作？明大小姐，我敬你一杯，希望我们以后能继续深入合作。不好意思啊，没端稳。我去换衣服。嘘，小点声，让人听见，以为你又撕毁小白脸了。我要是怕这个，当初就不会包养你。唉，我还以为我的身份会吓到你。确实吓到。堂堂傅家太子爷，没想到会帮助一个快要破产的明家。我帮你们家渡过难关，你难道不应该开心吗？开心？明家就是我弄破产的，是你坏了我的事。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。毕竟我最近刚被甩，心情不好，也想做点让别人心情不好的事。你，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会跟我这种小角色计较的吧？巧了，我刚好就是睚眦必报的。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，你现在这样叫做死缠烂打。对你来说，我就只是用完救人的工具吗？各取所需而已。副总不会玩不起吧？从来没有人能在招惹我之后单方面喊停。只要我不说结束，就永远不算结束。是贺林川，你放开我！怕什么？你不是和他快离婚了吗？至少现在他还是我老公。傅太子爷身份金贵，总不能想被别人说勾引有妇之夫吧？你们。明叔，你来干什么？不知道我在换衣服吗？我是你老公，你换衣服有必要逼着我吗？我刚刚听到你房间里有声音，你一个人在这儿？哼，一个人多寂寞啊！刚点了2个男模，走了。可惜你来晚了，要不然还能一起玩。你有必要这样说话吗？我又不是来捉奸的。那你来干什么的？傅修燕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把度假村项目给你？我说过了，我之前跟傅总有过合作。傅氏和贺氏根本没有生意往来，你哪来的合作？哼，你跟米雪瑶在国外逍遥快活了2年，我跟谁合作，怎么盘活的贺氏，你又知道多少？我知道，这2年你一个人管理贺氏，委屈你了。哼，良心发现了，那就赶紧把婚离了，把该还给我的那份还给我就行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
你没了贺太太的身份，你以后的日子不可能过得像现在这样滋润。你说的滋润，就是指守着活寡，看着自己的丈夫跟其他女人双宿双栖吗？是我不对，是我不该纠缠雪瑶。明叔，我们不离婚了，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弥补你。明叔，你有病啊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离我远一点，嫌你脏。你嫌我脏？你天天混夜场包养那个小白脸，你有脸嫌我脏？哼，小白脸怎么了？小白脸人帅活好，知情识趣，尤其是宽容大度，对人百依百顺，才不会做那些对我难堪的事情。贺林川，你别跟我耗着，赶紧把婚离了，以后我们俩两不相干。你跟我离婚，不就是想拿贺氏的钱去包养你那个小白脸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活着，绝对不可能让你如意。需要我让贺氏消失吗？贺氏还有我的股份在，你搞垮了贺氏，我的钱不也打水漂了？你要钱啊，我给你啊，比贺氏股份多10倍、100倍。副总这么大方，毕竟我宽容大度，对你百依百顺。副总家大业大，不如先撤销给明氏的项目，反正攀附你的人这么多，也不差明氏一个。项目给出去哪有撤回来的道理？不过嘛，这项目的负责人倒是没定。明大小姐要是有诚意，这个位置我可以给你。作为顶级商业天才，副总应该不是色令智昏的人吧？我就是。可我不是。我想要的人，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包男模包到富家太子爷，还能让人家对你情根深重，姐妹，你可以呀！什么情根深重？不过是被我甩了不甘心罢了。不趁机捞点好处？算了吧，富氏集团水深火热，但凡跟傅修燕扯上点关系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不想跟人家扯上关系，人家可是抢着往家掏钱呢。就城南度假村那个项目，足够你们家老头子翻身了。明宗远要是能翻身，我就能再把他踩下去。要不要我以星辰集团总裁的名义出面帮你？不用，暂时不要让明氏和贺氏发现我跟星辰集团的关系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明家人？借他的事。借谁的事？借傅修燕的事。副总，告诉明家，度假村的项目，请明小姐亲自过来和我谈。是。吴特助刚才打电话说，副总要让明小姐去傅氏谈合作。小叔啊，这副总找的人是你吧？爸，副总怎么可能看上明叔这种货色？他找的人啊，肯定是我。是啊，老爷，小叔已经嫁人了，副总如果要找他，也该跟贺氏联系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妈没脑子！
我跟贺林川闹离婚都不住贺家，傅修燕怎么会去贺家找我？老爷，雪瑶最近一直在跟进傅氏的资料，让他代表明氏去见傅总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是啊，爸，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傅氏的资料，而且姐姐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，要是让她代表明氏，简直丢尽脸面。用不用我把你勾引贺林川的丑闻也发出来，让大家品鉴品鉴？你爸，你看他什么丑闻不丑闻的？现在是在谈正事儿。傅总如果真的指定让你去谈合作，为什么说的模棱两可？你跟傅总不会有什么恩怨吧？你要是不信任我，那就让米雪瑶去，等她被傅氏的人轰出来，明家就彻底完蛋。等等，你和雪瑶一起去见傅总，要是把事情搞砸了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副总，明氏来人了。副总可真厉害，这手飞镖技术，怕是专业选手都比不上。明大小姐说说看，我这镖怎么样？副总，我今天是来跟您谈城南度假村合作项目的。这是我明示你的合同，条款已经标注清晰，副总过目。不着急。明大小姐想不想和我比比飞镖？没有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没有彩头，浪费时间。那就以度假村项目为彩头，你赢了，项目直接签约；你输了，那明家就不要再想和傅氏合作喽。副总，姐姐已经嫁进贺家了，怎么能代表明家跟您比呢？你说明叔不能代表明家，那你来跟我比。我没有玩过飞镖，那就少插嘴。大小姐，满意吗？不满意。这个项目不给明氏，明氏破产，我乐见其成。除非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这个项目所有收益归我个人所有。你做事永远都是这样，只看目标。彼此嘛。所以我们很投缘了。既然这样，一言为定。副总这技术简直神了！姐姐，你赶紧跟副总道歉认错吧，免得待会儿输得难看。明大小姐，该你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明叔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副总，我赢了，该你遵守约定了。愿赌服输，我愿意和你签约，让你成为项目负责人。那就谢谢副总了。
合同可以签，不过什么时候签，我说死。无赖！项目谈的怎么样了？根本没谈成。明叔跟副总比飞镖，下了副总的面子，好好的项目都被他给搞黄了。你个混账东西！你知道这个度假村项目对我有多重要吗？你诚心要搞垮我们明家？我不是一直想搞垮明家吗？你才知道。你，老爷，妈，就知道他没安好心，你当初就不该信他。你马上找副总道歉，把项目给谈回来，否则我把你逐出明家。逐就逐，你以为我愿意当你女儿？而你，敢毁了明家的声誉，活该你被打。老爷，你看看，明叔他疯了，竟然又打雪瑶！你这个混账，你要造反吗你？我不打你，但你要是再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就让你彻底失去这个项目。报应，报应！逆女，逆女呀！吴特助，副总吩咐，度假村的项目确定与明家合作，明氏可以去副市签合同。哎呦，好，请吴特助一定转告副总，我明天一定亲自拜访他啊！好，这不是不打算和我们合作了吗？怎么又改主意了？当然是因为我了。明叔让副总当众出丑，要不是我说好话给明家求情，副总才不会给明家第二次机会。不愧是我的女儿，比明叔那个惹是生非的扫把星强多了。雪瑶啊，你可真是我们明家的靠山呐！明天你和爸一起去签合同，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千万别再得罪他了啊！放心吧，爸，我可不像某些自不量力的蠢货，想着靠扔飞镖讨得副总的欢心，活该被人笑话。你不会真以为傅秀燕是找你签合同吧？当然，这可是吴特助亲口说的，就是因为看中了我的才华，所以才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明家来做。幸亏有雪瑶在啊，要不然明家就败在你这个不孝女身上了。雪瑶，你可真是我们明氏的希望啊！以后明氏就交给雪瑶打理，这个项目也该由她来负责。谢谢爸，那就祝你们签约成功。怎么是你们？副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您不是约我们过来签度假村项目的合同吗？副总，合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明氏这边没有任何问题，现在就可以签约。放下。副总，这是度假村这个项目是看在明叔的面子上才给明氏的，要签也只能是明叔来签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合同已经谈下来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副总昨天分明说不愿意跟明叔签合同的，回去给你算账。副总，那反正也是跟我们明氏合作，谁签都不一样嘛。啊？是啊，副总，我姐姐从来没有插手过明氏的生意，哪懂这些业务啊？如果来的不是明叔，那就取消合作。别！哎，副总，你稍等，我马上让明叔过来。你马上把明叔找过来，让他把合同签了。这次要搞砸的话，你给我滚出明家！明叔，是不是被副总赶出来了？你早就知道副总指定的人是你，还故意让我带着爸去签合同。不是你说副总看中你吗？
我特意给你留个露脸机会，怎么还不领情啊？你马上把明叔找过来，让他把合同签了。姐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副总正等着去签合同，你就跟我去把合同签了吧。别碰我，洁癖！别太过分了。明家要是破产了，爸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搅黄了明宗远的生意，他肯定会把你扫地出门的。你这二小姐的风光，算是到头了。姐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冒充你的身份，也不应该跟林川哥有牵扯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去把合同签了吧。几个？雪瑶，你没事吧？明叔，敢逼雪瑶下跪，你真是越来越过分。你不仅没脑子，连眼睛都是瞎的。是明雪瑶自己跪下的，我逼她什么了？林川哥，你别说了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怪姐姐。站住！副总在办公室等着你了，赶紧把合同签了。副总在办公室等着你了，赶紧把合同签了。明雪瑶就站在这儿，找我签什么字啊？小叔啊，之前爸爸错怪你了，以为你得罪了副总，现在副总点名让你签合同，雪瑶去了根本就没有用啊！怎么会没用啊？他可是明氏的希望，您将来还要把明氏交给他打理呢。他要是没用的话，岂不是显得您有眼无珠啊？你非要跟你老子作对是不是啊？明氏破产了，你什么都捞不到的。我能开心啊！明叔啊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签字啊？哦，你是要我给你跪下求你？好，我就给你跪下了。这合同少说也得值几十个亿，你这一跪也没那么贵吧？明叔啊，明叔，你逼着你亲爹给你下跪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哼，哪敢啊！我这种没用的不孝女，只会败光你的名士。之前不是还说要把我逐出家门吗？现在过来求我签字，不觉得脸疼啊？明叔，再怎么说他都是你亲生父亲，你不该让他给你下。他为了钱来跪自己亲生女儿，是他自甘下贱，我可没逼他。还不是你故意刁难？你这样做既有损了明家脸面，又是不孝。你这么心疼他，你当他儿子好了，跟我在这说三道四。明叔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你把字儿签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要我妈留给我的明氏30%的股份。什么？你是要你亲爹的命啊！祸害1000年，你哪那么容易死啊？最多10%，多了不可能。爸，你待会要把股份留给我的呀！哼，原来早就决定好要把我妈留下来的东西送给你私生女。这里没你的事儿。既然你这么偏心，也别怪我无情。等到哪天你跟这对小三母女流落街头的时候，我会帮你收尸的。给，都给你30%股份，我现在就分给你。现在我是明氏30%的大股东，以后开董事会记得叫上我。这杜家村项目要是黄了，哪还有什么董事会呀？你赶紧找副总把合同给签了。就是，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凭你也想进董事会？还给我！这是妈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我抢到的东西就是我的。明叔，股份你已经拿到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抢过来的东西
还敢带出来招摇？明雪阳，你的手段跟你那个小三妈比起来，差远了。我的玉成！明叔，太过分了，拿到股份就算了，连雪瑶的手镯都要抢。他的手镯？那你倒是问问他，这个手镯到底是谁的？这条手镯，雪瑶整整戴了10几年，怎么可能不是他？这只玉镯，一条手镯而已，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？我计较？这本来就是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，被他们霸占了10几年，现在我拿回来是理所应当。林川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喜欢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他妈妈的东西。不知道还抢？你跟你那个小三妈一样，骨子里就爱抢别人的东西。明宗元管不好你，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。你别得寸进尺啊！这些年不是我撑的明氏，你妈那点家底早就被人吞得连骨头都不剩了。那我还得好好谢谢爸爸，看来我得早点拿下明氏，好替您分忧啊。你敢？明氏是我一手稳住的，我不可能交给你。你要是真这么有本事，今天就不会来求我。等着吧，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，我会一件不少，通通拿回来。哎，明叔，你合同已经拿到了，为什么还不罢休？凭什么管我的事情？至少现在我还是你老公。现在想起来是我老公了。我被明家人发难的时候你在哪？我要一心向着明氏，就不会眼睁睁看着你逼岳父交出股份啊！你是怕被明氏拖垮，怕惹恼我影响公司上市。那我也是为了保全贺氏，保全咱们的家。贺林川，明家的人顶多是蠢和坏，但你不一样，你骨子里全是算计，虚伪得让人恶心。你嫌我恶心？那谁不恶心？是你包养的小白脸吗？我妈当年把我托付给你，你却帮着明家人算计我，还在我最难的时候选择了明雪瑶，抛弃了我这么多次。现在我也不要您了。副总，明淑小姐已经离开公司，看来是不打算来签合同。明淑嫁给贺林川是她母亲安排的。明淑小姐的母亲跟贺家是世交，明淑小姐跟贺林川青梅竹马，自幼定亲。去查清楚明淑和贺林川的过往。是，副总。来了，正好饭做好。傅学燕，你怎么在我家？听说你拿回了明氏30%的股，过来给你庆功啊。傅总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这样不合适。钥匙给我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这么痛快？之前怕丢，让人刻了把备用的。停！我现在就搬家。哎，好歹我也是帮你拿回股份的大功臣，你就忍心让我走？并且把刻的所有钥匙都还回来。这还差不多。你过来，就真的只是给我做顿饭？怎么，怕我把你灌醉了，然后图谋不轨？就你这点酒量，还想把我灌醉？当年就是因为你喝多，才被我从会所捡走的。你记错了，是你喝醉了，主动找我的。我酒量好得很，很少喝醉的，更不可能主动找你。你这酒度数是有点高。都说了让你少喝的。你懂什么？
我今天高兴，我好不容易拿回来我妈留给我的股份，当然要庆祝。行，庆祝，庆祝。你的酒量比那个贺林川强多了，他喝不了几杯，那狗东西就跟明雪瑶滚到床上去了。贺林川算什么东西？他能跟我比？比不了，比不了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贺林川？虽然他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他不照样背叛了你？明叔，我告诉你，你赶紧跟那个废物离婚，听见没有？你如果再不跟他离婚，我就……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听不懂。这次可是你先过线。什么我先过线？你把度假村那个项目给了明世，不就是为了钓我？是。那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喜欢我？我喜。宝，你醒了？我家是什么公共休息室吗？怎么你们说来就来啊？喏，你的小白脸给你准备的。他说他答应了你吃完饭就走，但是又怕你宿醉没人管，所以让我来照顾你。Do you remember back on the first night, shoulder to shoulder, playing the piano in my room? 这次倒是挺守约的。我等会儿要出去一趟，你帮我换个智能门锁吧。防傅修燕啊，是防所有居心叵测的人。其实我觉得他对你也挺好。贺林川之前也对我挺好的，现在不照样移情别恋？下午我让人来换锁。知道今天是阿姨的忌日，你放心去，家里我帮你看着。谢谢。你记得跟阿姨说一声，让她保佑我也能捡到一个大佬当小白脸。我是真的不想努力了。知道了。副总啊，副总，你的追妻路漫漫。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今天是岳母的忌日，我身为女婿，当然要来祭拜。姐姐，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？不会是和哪个野男人鬼混，睡过头了吧？你昨晚干啥去？明叔，干什么？他嘴巴太臭了，我拿花帮他遮一遮，免得脏了我妈的耳朵。你平时发脾气就算了，你现在当着你妈面还要发疯。我发疯？你带着杀死我妈的凶手跑到我妈坟前来秀恩爱，还有脸说我发疯？姐姐，你别生气，林川哥也是担心我，毕竟我怀了他的孩子。贺林川，你不是说你跟明雪瑶之间是意外吗？意外这么多次，连孩子都怀上了。这件事我可以解释。姐姐，你别怪林川哥，是我主动的，是我离不开他。我就是故意勾引你老公，我就是要怀是你老公的孩子，来气你，这么刺激，说不定你妈
还能气活过来。林冲哥，他们杀了我的孩子！林冲哥，我的肚子好疼，好像是动了胎气。没事，我带你去医院。贺林川，既然明雪瑶已经怀孕了，那我们赶紧把婚离了吧，免得耽误你们生孩子。林川哥哥，我妈妈走了，爸爸也不要我了，我没有家人了。没事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了，我来保护你。贺林川，贺林川，小心，小心，坚持住，林川，坚持住。妈，他忘了对我的承诺，也忘了我之前救过他。林川哥，还好有你在，不然我们的孩子就保不住了。别这么说，当年若不是你救我，我也不可能活下来。所以，我也不能让你有事。林川哥，雪儿，是你救的我。林川哥，你什么时候跟姐姐离婚啊？我们的孩子要等不及了。雪儿，真的想把这孩子生下来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打算跟明叔离婚？当年我们意外怀孕，我怕明叔迁怒于你，所以才带你出国。但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要放弃明叔。可我们不止那一次，这2年我们在国外不是过得很开心吗？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在我酒里下了毒气。不是的，林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我不是有意设计你的。至于这件事，你因为你当初救过我，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我绝对不可能让这孩子生下来。放心，我会给你足够的赔偿。吴特助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副总真的要为雪瑶举办生日宴？当然是真的，副总特意将场地定在京城最顶尖的丰堂大酒店，亲自安排所有流程，确保让2小姐度过一个最难忘的生日。能让副总为我费心是我的荣幸，劳烦吴特助转告副总，我一定会准时赴宴的。我会如实转达，告辞了。雪瑶，这真是天大的好事，看来傅修燕真的把你放心上了。妈，我跟贺林川的事，副总不会知道吧？只要你不说，谁敢在副总面前多嘴？那贺林川呢？我骗他说我怀孕了，他不会闹起来吧？贺林川都不肯为了你离婚，怎么可能为了你去得罪傅家的太子爷？你现在呀，只要牢牢的把傅修燕抓在手里，妈妈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可全指着你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坐上傅家少夫人的位置。
丰堂大酒店来参加明雪瑶生日宴。你要是想当接盘侠，不用专门来给我交代。反应这么大，吃醋了？副总未免太自作多情了。我这是有自知之明，金主大大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惊喜，你一定会满意的。赏个脸不？副总，生日宴当天把贺林川也叫过来，被蒙蔽了这么多年，是时候让贺总看清真相。是。傅修燕居然真的给明雪瑶办了生日宴。贺总，请。怪不得把我们聚到一起，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谢谢副总，没想到你为我这么用心，办了这么盛大的生日宴会。二小姐，其实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，也一直想与你亲近。可是我听说你和贺氏集团总裁贺林川关系很亲密啊。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副总，你不要听信谣言。其实我也早就对你倾心了。2年前贺总出车祸的时候，是你救的他，你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，还说不喜欢他。当年救他的人不是我，是我姐姐明书。是我骗了贺林川，不过我也是为了我姐姐好。哦，冒领了你姐姐的功劳，还说是为了她好。副总，你有所不知，其实我姐姐早就想和贺林川分手了，我是怕贺林川知道真相会缠着我姐姐，所以才冒充的。贺林川这2年一直在国外陪着你，他对你情深意重，你就这么看待他？什么情深意重？他不过是看着我们明家的资源，既舍不得我姐姐的股份，又管不住自己过来招惹我，妄想脚踏2条船。原来林雪瑶一直在骗我，是她离间了我跟明书的关系，拿着本不属于她的恩情，把我当傻子一样耍。二小姐还真是会颠倒黑白，贺林川也真是蠢，居然被你这种货色骗得团团转。什么意思？贺总，明大小姐，他刚才的话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林川哥，明书，当年救我的真的是你吗？现在问这个还有意义吗？有，当然有。我竟然为了一个冒牌货那样对你。林川哥，滚！林川哥，当年救你的真的是我，是他们逼我这么说的，他为了理解我们的关系。您说，是他说的这样吗？你们真的逼他了？好啊，你就当是我逼他了。反正明雪瑶说什么你都信，还有什么必要来问我？这么想帮他出气，有这个本事吗？有这个本事吗？这是当年车祸的监控录像，贺总可以自己看。当年你们车祸受伤昏迷，明雪瑶冒领明书的功劳。等明书养好伤回到家之后，你早就和明雪瑶搅和到了一起，还在新婚前夜出了轨。是假的，这是伪造的。
是你骗我，是你害了我和明叔的感情，你真该死！明叔，我之前不知道是你救的我。贺总刚刚不是还在怀疑我吗？我不该怀疑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绝对会好好弥补你的。贺林川，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被弥补，也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被原谅。从你选择他、相信他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情分就尽。贺总，听清楚了吗？缘分已尽，他现在是我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插手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？给我放开他！都怪你，一直不公开我的身份。难道非要我当众证明你从里到外早就已经是我的了？你说，他这什么意思？你背着我和他勾搭上了？我的事情轮不到你管，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拟定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。明叔，贺总，你要照顾人在那儿，就别惦记我的人了。我和明叔会尽快办婚路，贺总记得随份子啊。明川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的，求求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滚！你让我失去明叔，还有脸让我放你一马？孩子，明川哥，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放我一马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哼，你真有这个孩子？没关系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我倒想看看你骗了我多少。不要！我没有怀孕，我没有怀孕。这些年你把我当傻子一样骗，你们明家这些人渣，害死了明叔的妈妈，还一直利用我去吸明叔的血。我也真是蠢，竟然信任你的这些鬼妇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把明珠追回来。至于你们明家这些人，会一个比一个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滚开！走这么快，不高兴？我哪敢啊！副总导演的这出戏这么精彩，利用明雪瑶的愚蠢和虚伪，让她亲口说出真相，比任何揭穿都有用。我帮你出了气，不高兴了？我高不高兴有那么重要吗？反正副总也没想提前知会我，也没跟我商量，就把我们的关系说给林川。怪我自作主张。行，那下次让你公开，我给你保证，绝对不会再插手你的事。这还差不多。谁说要跟你公开了？我们之间没有关系了。那现在有关系了。你宝贝儿，悠着点儿。这地方要是受了伤，还有谁陪你折腾到天亮了？傅修言，我只想拿回妈妈的一切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我不想再跟过去的事情有任何纠缠，包括你。你要做什么都可以，你让我不插手，我也可以不插手，但前提是你别把我撇开。宝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回来。度假村项目的合同还没有签，我希望负责人尽快到位。我会考虑的。我等你。什么情况？我刚刚看贺林川黑着脸出去，
林雪瑶哭得跟鬼一样。傅修燕到底干什么了？他把我们当年车祸的真相捅给贺林川了。干得漂亮！这下贺林川肠子都悔青了吧？不过，你跟傅修燕什么情况？小白脸儿又重新上台了？不是小白脸，是狗皮膏药，甩都甩不掉的那种。别管是小白脸还是狗皮膏药，只要能让我姐妹开心就行。说正事，星辰集团那边可以开始对明氏的几个核心供应商开始施压了。要收网了？明宗元以为拿到度假村的项目就可以松口气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。贺总，按照夫人目前的诉求，她要分割您婚后财产的50%，并且要回她当年嫁进贺家的所有配价。如果我不愿意，夫人说她手上有您和明二小姐偷情的证据，如果传出去会有损您和集团的声誉。想威胁我？行啊，那就让他把消息放出去，我不在乎。哪怕您不愿意，夫人已经做好了诉讼离婚的准备，您其实没有必要再坚持了。他想打官司那就打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跟他离婚。是，我会转告夫人。去查一下傅修燕和明叔的关系，还有明氏集团最近的动向，特别是资金链的情况，我要最详细的资料。好的，贺总。好的，贺总。都怪你，一直不公开我的身份。难道非要我当众证明你从里到外早就一直是我的了？我和明叔会尽快办婚礼，贺总记得随份子啊。明叔绝对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，你只能是我的。苏总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们已经以高于市场价5%的条件买断了明氏最大3家原材料供应商未来半年的产能。明氏正在申请的那几笔银行贷款呢？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审批会暂缓。做得干净点，别让人查到星辰头上。明白。苏总，我们这样狙击明氏会不会树敌太多？毕竟明氏才刚刚拿到了富士度假村的项目呀。星辰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狙击明氏，这就是你给自己布置的总裁办公室？不是给我，是给你。我？我妈妈留下的股份都被明宗远侵吞了，明氏跟贺氏也在到处打压监视我。星辰是我的底牌，不能暴露。所以你是想让我代替你做星辰的执行总裁？暗中发展，你就不怕我会背叛你，抢走你的心血？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如果要是说有什么是我完全信任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经营星辰的。我们2个一起大杀四方，把属于你的东西通通拿回来。继续打压明氏。再去接触一下他们下游的几个大客户，条件呢可以更优惠。是。蠢货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攀不上傅修燕也就算了，现在连贺立川也得罪了。好啊，现在全城都在看我们明家的笑话。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傅修燕他们设计我。进来。老爷，你现在骂雪瑶也没用，关键啊是副总那边会不会因为雪瑶撤了度假村的项目？项目合同还没正式签订，傅修燕让吴特助传话说，一定要让明叔作为负责人来签。哎，明叔呢？死哪去了？他从宴会回来就没有出来过。去把他叫下来，现在叫明氏的只有他了。爸，难道我还要再去求明叔吗？不然呢？你去求傅修燕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
雪瑶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等明叔把合同签下来，稳住了明氏，你就出国避避风头。啊！你要赶我走？哟，这么热闹，又在商量怎么卖女儿呢？明叔啊，你过来一下，走。哎，明叔啊，爸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。商量？是命令吧？让我签度假村的合同。之前我们说好了，你母亲剩下的股份都给你，你去复市把合同给签了。我是答应你去签合同，但什么时候签，我说了算。你才混账东西！你非要把你爹气死才甘心呐？那感情好啊，要真死了，我马上给你风光大葬。明叔，你也是明氏的股东，就应该为明氏着想，赶紧去把合同签了，否则明家破产你也落不着好。你们以为靠着傅修燕施舍的一个项目，明氏就能起死回生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算我签了合同，明氏也撑不了多久，资金链断裂，供应商断供，客户流失，这些是一个度假村的项目就能解决得了的。你怎么知道内部消息的？我怎么知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不想保住明氏？你有办法？答应我几个条件，我就帮你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第一，我要明氏集团总裁的位置。第二，我妈名下的珠宝、基金、房产，按照清单3天之内全部移交到我名下。第三，让这对贱人滚出明家。明叔，你妄想！明叔，你妄想！我可是你亲爸呀，你非这么逼我吗？啊！你纵容这对贱人害死我妈的时候，纵容明雪瑶抢走我丈夫的时候，你想过是我爸爸吗？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让我在明家养人鼻息，让我处处受这对贱人的欺辱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养育？按照我说的，我就能让明氏活下去，否则就等着破产清算了。那这，爸，肯定不能答应他，他一定有阴谋。给我闭嘴！副总，查清楚了，星辰集团背后掌权人的确是明淑小姐。明氏最近生意受阻，背后也都有星辰的影子。原来这才是他的底牌。私下给星辰一些便利，注意分寸，别让明叔察觉了。是，其实明宗远已经被逼到绝路，哪怕你不出手，明淑小姐也能拿下明氏。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，一旦明宗远交出权柄，我的大小姐就该正式登场。明宗远松口了，太好了！只要你拿到明家的控制权，我们2个里应外合，不超3个月，就能把明氏掏空重组，让它变成星辰的子公司。我听说贺林川也在找明家麻烦。是，你离开贺家后，贺家的生意一落千丈，贺家和明家也正式闹掰了。贺林川一直在报复，还砍断了明宗远好几条人脉关系。那我们就让他狗咬狗，我们坐收渔利。对了，贺林川答应跟你离婚了吗？他还是不肯离婚，我已经准备让律师上诉了。看来副总的上位遥遥无期呀！胡说什么呢？哎，说真的，你到底想不想跟人家在一起？我现在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等我彻底拿下明氏，再考虑这些吧。
你之前还说人家是被你甩了，心有不甘。等你忙完了，你确定人家还会在原地等你？我也没要求他站在原地等我，我想要的一直都是能跟我并肩同行的人。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，是要宣布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。即日起，林氏集团执行总裁的职务将由我的长女林淑来接任。董事长，大小姐虽然能力出众，但毕竟还是太年轻，并不适合这个职位。就是，执行总裁的位子至关重要，怎么能交给这种风评不佳的人？我早就收买了董事会的元老，没有他们的支持，你今天休想坐上这个位置。风评不佳？前董事是指我和丈夫婚变，还是说因为没了我的经营，贺氏的生意一落千丈？小叔，在座的各位都是你的长辈，没有人想要为难你，可你也不能仗着大小姐的身份，强迫大家推举你当总裁吧？没有那个本事，就趁早认命，少在这丢人现眼。这些是我在贺氏经手以来所有项目报告和财务数据。贺林川出国后，是我盘活了贺氏，让年利润增长了40%，这些足以证明我的能力。你拿贺氏的生意在明氏的董事会上说什么？明氏缺的是什么？是钱，资金链都断，1分钱拿不出来，你再有本事也没用。5个亿够不够？小叔，你说什么？我联系了一家海外投资机构，对方愿意注入5亿资金，足以缓解公司现金流压力。好啊！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这个总裁的位置非你莫属啊！董事长，别太着急嘛。是啊，说是有资金。钱呢？钱都没到公司账上，谁能保证他说的是真是假？赵叔，我前段时间逛街的时候呢，遇到一对忘年恋。你说这照片上的人是不是越看越像你啊？听说赵叔是入赘的赵家，孙夫人要是知道你在外面包养了3、4个小蜜的话，会不会把你逐出家门啊？大小姐，这是董事会，你少扯这些无关紧要的事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跟公司有关的。前段时间前董事出差，抽空去了趟澳门吧。好像手气是不是不太好？他怎么会有我去赌场的消息？还有你账上那5000万的不明资金，要不要现在跟大家一起算算清楚？大小姐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一早就发现你能力出众，我决定全力支持你当执行总裁。你说的对，我也支持大小姐。你们就甘愿被明叔踩下去？什么叫踩下去？咱们大小姐能力出众，我们一直推举她。是啊，明叔本来就是董事长长女，女承父业有什么不好啊？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，那我宣布，明叔就是明氏的新总裁。
接下来我宣布第2项决定：解除秦舒曼和明雪瑶在公司的一切职务，并收回其名下所有由公司配置的资产。明叔，你凭什么？就凭我现在是明氏集团的总裁，有人事任免权。小叔，你把我赶走就算了，雪瑶好歹是你的命，你怎么能这么绝情？我可没有像他这种勾引我老公的命。我的决定有谁反对吗？我的决定有谁反对吗？很好，接下来明氏集团的一切事务将由我全权负责。散会。锵锵。副总只是听说我当上明氏集团的总裁，又来给我庆祝了。算是吧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可是没人记得。除了你，我身边也没什么亲密的人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了。你生日？你这里应该方便吧？放心，我不会多打扰你。我许个愿，吹个蜡烛我就走。我怎么记得你生日明明还有2个月啊？哦，还有2个月啊？那应该是我记错了。没关系，我提前2个月过。又想忽悠我。你每次来我这儿都能有不一样的理由。所以，考不考虑让我搬进来？既能吃到我做的饭，我也不用每次都想各种理由来看你。那我还是更好奇，你下次会有什么理由闯进来？下次，那我就说，贺林川跟我撞死了，我怕被抓，来你家躲躲。我喜欢这个理由。明叔，恭喜你成为明氏执行总裁，许个愿吧。许什么愿都可以吗？你如果真想许愿贺林川被车撞死，也可以，但没必要是我撞啊，我可不想以后再也不能陪着你。希望傅修燕永远都有人陪她过生日，哪怕这个人不是我。蜡烛受潮了，灭了，不适合许愿。我刚刚当上执行总裁，得过几天再去找你谈度假村的项目。明总安排就好。我说过，这个项目我只给你做，除了你，我不会交给任何人。明氏经过一系列变故，内已千疮百孔，其实并不适合跟傅氏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。我说合适就合适，哪怕它不合适，我也能把它变得合适。傅总又不缺选择，干嘛执着我这一个？我看上的就是最好的。那如果你看中的并不在意你呢？如果真的不在意，那我从一开始就不会被同意，我也不会被允许出现在这里。你说对不对？傅修燕，你有时候真的很讨厌。那就更对上了，因为讨厌的前提也是在意。你去哪儿？刚答应你的，吹完蜡烛许完愿，
我就要走。等我撞完贺林川，我再来找你。这个烂摊子，你还支得起来吗？放心，明氏的财产窟窿不大不小，刚刚好够星辰合理的注入资产，然后逐步替换，保证法律上干干净净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那就行，那就行。哦，我约了傅修燕下午去签度假村项目的合同，他肯定会借着这个项目进一步介入明氏。你想让他介入？他做事一向势在必得，我拦不住他。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独裁嘛。据我所知，他一直在给明静园使绊子，显然是想帮你一把，又怕你会拒绝。你要做什么都可以，你让我不插手，我也可以不插手，但前提是你别把我撇开。如果真的不在意，那我从一开始就不会被同意，我也不会被允许出现在这里。你说对不对？那就更对上了，因为讨厌的前提也是在于让他介入是必然的，至于介入到哪一步，我说了算。行，你们小情侣的把戏我不参与。好了，我不说了。副总这么愁眉莫展，是我带来的合同有什么问题吗？和明氏合作的条款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这合同里面为什么突然多加了一条，所有运营所需材料的供应必须由星辰集团独家负责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星辰是你的。原料采购本来就是我们明氏的自主选择权，副总不会连这个权利都要干涉吧？明总今天是来推销的呀。我们星辰集团呢，在建材领域已经是行业头部，富氏跟我们合作，这是双赢的好事。我要是不选呢？我正在清理明氏内部的蛀虫，度假村这个项目，星辰必须参与。副总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们的合作也没必要了。副总，这是在公司，请你注意影响。怕什么？这里又没别人。副总，我马上滚，并且交代下去，今天谁都不准打扰你和明小姐。很好，下月起工资上调3倍。多谢副总。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。副总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我今天来真的是和你谈生意的。我也是想和你谈生意的。明总借我的事，这是借上瘾。之前借着度假村的项目拿捏明宗远，现在又想借我的手吞并明氏。不是吞并，是收购。明宗远当年就是用我妈的陪嫁创立的明氏，我只是收回我应得的东西。这么放心把所有事情都跟我说，不怕我告诉别人？副总不是早就知道吗？自从你调查到星辰背后的主人是我，不就一直让自己的子公司跟星辰接触？这无特助做事不干净了，说了别让你察觉。
副总，我承认，星辰集团不是最优秀的，但是跟富氏合作的实力肯定有的。哎呀，你不是不想跟我扯上关系吗？我是不想跟你扯上私人关系。除此之外呢，傅家是第一世家，我有必要放着这么一条捷径不走吗？你怎么能确定我这条捷径你一定走得通呢？至少在傅总对我失去兴趣之前，我就走得通。而且，我相信，傅总也不是喜欢半途而废的人吧？还说没把我放在心上，这不是一直在研究我吗？同意不同意？给个准话。你的需求我都可以答应，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项目期间，你每周至少抽3天晚上，亲自向我汇报项目进展、地点。可以，但是汇报内容仅限于工作。成交。明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您说，我听说你来富士签合同，我过来接你。贺总是来找我谈离婚的吗？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离婚？我们可以好好聊聊。聊什么？聊聊你跟明雪瑶是怎么在国外逍遥快活，还是贺总想听一听你走之后我是怎么跟我的小白脸逍遥快活的？你是不是真觉得你养那小白脸很光荣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多少人都怎么议论你的？我本来也不在乎，哼！可是我没想到贺总也不在乎。哪怕我给你戴了绿帽子，哪怕你给明雪瑶肚子搞大，还是死拖着不肯离婚。明雪瑶没有怀孕，她是在骗我。所以呢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之所以觉得她怀了你的孩子，还不是因为你跟她睡了？是她往我酒里下了药，我当时意识不清楚，我以为那个人是你。贺林川，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的？2年前你认错人的时候在国外，我难不成还能飞到国外陪你睡？我承认，之前是我糊涂。可你不都已经报复过我，给我戴了绿帽子了，为什么还是不肯原谅我？你不会以为我找小白脸就只是为了报复吧？那还能是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开心啊！你带着明雪瑶在国外，难不成我要像个怨妇一样，天天在家以泪洗面啊？我没这意思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觉得哪怕你做错了事情，我也该傻傻的守在原地等着你，等着你发现真相，等着你来弥补我，我就应该毫无芥蒂的原谅你。可是你发现，我不仅没如你的意，反而还找了一个人帅活好的小白脸，所以你受不了了。你现在之所以对我这样死缠烂打，不过是因为你那可笑的男性自尊心。我要自尊心作祟，我早就在回国那天就跟你离婚了。我之所以迟迟不答应，就是因为我对你还有感情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不跟我离婚，是因为舍不得我为贺氏拉来的资源和利益。你就是既想外面彩旗飘飘，又想要家里红旗不倒。我知道，以前是我伤害了你，但我保证，以后我只有你一个人，还有我的财产，我全部都给你。只要你不跟我离婚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你这种男人最可笑，以为只要做错了事情，下跪女人就能回头，之前的所有烂账就能一笔勾销。贺林川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
连自己的自尊心都可以不要，我只会更瞧不起你。明叔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入不了我的眼了。以后别在我面前说这种鬼话，我嫌恶心。副总，刚才贺林川来公司纠缠明淑小姐，明叔把他打死没有？那倒没有，他给明淑小姐下跪，明淑小姐踹了他一脚，就风风光光走了。对我都那么凶，凭什么只是踹了他一脚？贺林川若是再敢回来，把人抓住直接打死。是。为什么？您不是答应明淑小姐不随便插手她的事吗？贺林川和明叔有关系吗？马上离婚了。贺林川跟明氏有关系吗？已经闹掰了。那我整垮贺林川跟明叔有什么关系？是这样算的吗？3天之内破产。是。那个贺林川，你都不知道他今天下跪的样子多怂包。我之前只觉得他自私好面子，现在发现他连脸都不要。你踹了他一脚，就不怕他恼羞成怒对你动手吧？我怕他？我可是学了5年拳击，3年散打，真要是动起手，10个他都不够我揍。哎呀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来喝酒。那个傅修燕比贺林川还过分，我去找他合作，明明是强强联合，他搞得好像非他不可，还说让我给他汇报工作，我汇报他个大头鬼啊！这还不是你惯的吗？你能做得了10个贺林川，还能打不过1个傅修燕？我那是要借他的势，等我把星辰集团发展成龙头企业，什么金圈太子，通通给我过来端洗脚水！你现在就能让他给你端洗脚水啊？副总求之不得呢。小姐姐们，我刚才在那边观察你们好久了，赏脸喝一杯吗？不用，她男朋友马上就。男朋友要来啊？嘿，人多热闹嘛，一起喝吗？你想让我陪你喝酒啊？你放心，只要你跟我喝痛快了，好少不了你的。好啊，我现在就陪你喝。哎呀！不是说要一起玩，起来啊！是想这样玩，还是这样玩？啊！都说了不要不要，还敢骚扰你姑奶奶？你妈没教过你礼仪廉耻，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尊重女性。姑奶奶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还敢不敢？姑奶奶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还敢不敢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哎呀，行了吧，这种人皮糙肉厚的，别把你手给打坏了啊！苏总，实在抱歉，打扰到您和明总。你们这监控……苏总放心，这监控马上就坏。行了，把他拖出去，
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是。臭婊子，去死吧！臭婊子，去死吧！哎呦，副总，对不起，是我大意了。处理干净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是。手感好熟悉啊，你是会所的男模吗？看来明总是这里的常客，平时男模没少叫啊。是苏雪，他跟你们老板认识，平常都是他帮我挑的。你别听他瞎说，我从来没帮他挑过，今天喝酒也是他带我来的。今天也是他带我来喝酒的。小白脸长得这么嫩，今天晚上跟我走一趟啊！姐妹，你这酒品可真是太次了，看见好看的就往回带呀。好啊。不是吧？这就带走了？明天该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工作吧？你说，到底有没有认出我？认出没认出有关系吗？反正你都会继续。这次可是你先主动的，希望可别不认账。小白脸，既然收了钱，就得做该做的事情。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吗？吻你。就一天，客户流失，投资方撤资，3条海运线全被斩断。啊！我要你这废物有什么用？是富士集团，他们现在全方位打压贺氏，现在业内根本没人再敢跟咱们合作了。傅修业，是他为了明书，想要搞垮我。贺总，不然您去问问夫人，或许她有办法。你是想让我去求明书，求他让我在傅修业面前低头是吗？再这样耗下去，公司撑不了3天就要破产了，贺总。滚！贺总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明叔带我回来的呀。唉，不明显吗？你说，他昨天晚上累着了，还在睡。贺总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。你别得意，你不过是他进入名师的跳板。告诉你，让他利用完你，绝对会离开你。 2年前，明叔第一次找我的时候，可不知道我的身份。2年前，你是他包养那个小白脸？没错，2年前他就已经属于我。你在国外的时候，也都是我在陪着你。妈的，老子弄死你！妈的，老子弄死你！啊！你没事吧，傅修燕？啊！我没有碰他。
宝贝儿，你这个前夫大清早就来家里面发疯，你可得好好管管他。我不是前夫，我跟明叔还没有离婚。闯到我家里打我的人，贺林川，你是不是真的活够了？你的人，他是你的人，那你知不知道你的人在你背后做了什么？不就是打压贺氏吗？有什么大呼小叫的？所以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是想让我帮你说情，让傅修燕放过贺氏？贺氏也是你的心血，你就任凭他打压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不对前夫过分，那还要笑脸相迎啊！我不是前夫，马上就是了。贺林川，我原本想跟你好聚好散的，不过后来我想清楚了，与其留着你跟我打离婚官司，还是把你送进监狱更容易。你什么意思？贺总，有人举报了您的债务问题，税务部门的人已经来公司调查了，您快回来。是你举报的我，报仇嘛，顺手的事。我们夫妻一场，你就这么狠心对我是吗？确实不忍心。放心，等你进去，我会以股东的身份帮你保住贺氏，然后让他改姓名。行，你别以为凭借这些手段就能掰倒我。我告诉你，等我回去处理完贺氏的问题，再来找你们两个算账。哼！人走了，别演了。你早就收集了贺林川的把柄，就等着今天呢。想快点跟他撇清关系罢了，没时间跟他耗着。需要我做什么？贺林川进去了，贺氏我自己就能搞定。吴特助，撤销所有对贺氏的打压，集中对付贺林川，务必把他送进监狱。谢了。明叔，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正在闹离婚，副总应该跟我保持距离。你结婚的时候都可以包养我，现在都要离婚了，为什么不可以和我在一起？因为偷情刺激。吴特助，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贺氏，尤其不能让贺林川进监狱。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，别听他瞎说。你疯了？保住贺林川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他离婚？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又不想让你跟他离婚。为什么？因为偷情刺激啊。幼稚。明叔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拒绝我都绝对不会放开你，只能是我的。爸，你真的要把我和我妈赶出去？我也没办法呀，你们不走，我怕明叔不会放过你们。老爷，你不能再任由他这样胡作非为下去。现在他赶走的是我们，下一次他赶走的就是你啊！你们有办法对付他？当然，我派人查过了，之前他说的那5个亿根本不是海外投资，是这些年他在贺氏挪用的公款。消息属实吗？当然，我们找到了之前在贺氏的会计，他就是帮明叔做假账被他开除的。明叔都跟贺林川闹掰了，哪来的渠道弄到这么多钱？这件事啊，肯定是真的。他仅凭这些能扳倒他吗？怎么不能？触犯法律，就算傅修燕来了，也保不住他。爸，明叔才刚刚当上总裁，地位不稳，现在正是扳倒他的好时候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我明天召开董事会，罢免明叔。你疯了？保住贺林川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他离婚？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又不想让你跟他离婚。
为什么？因为偷情刺激。看来你昨晚过得很开心了。没有。嘴硬吧你就。你昨天明明就认出他来了，怕他找你麻烦，还把我给卖出去了。哎呀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我给苏总道歉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刚得到消息，明宗远他们打算在明家的董事会上向你发难，你是怎么逼他们走到这一步的？贺氏有个员工是我亲信，我让他去骗秦舒曼，说我挪用了贺氏的公款。妙啊！不过他们就没找贺林川求证吗？贺林川现在自身难保，哪有功夫搭理他们？这下明家人经济犯罪的证据，还有秦舒曼制造车祸害死阿姨的所有证据，全都准备好了。按照计划，明天上午全面反击。明天，我就能让那些伤害过我和我妈的人付出代价。能走到这一步，你很厉害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活在他们带给我的仇恨中。曾经我也劝自己放下，可是每当我看到他们丑恶的嘴脸，想起我妈死时候的样子，我就不能不恨。把那些伤害你的人彻底毁掉，就能放下。明天的董事会，你陪我一起去。你确定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你不是不想当众公开我们的关系，我是怕影响。想让你陪我一起去。好，我陪你，你去哪儿我都陪你。董事长，明叔挪用公款已经是犯法，为了咱们明氏的未来，您可千万不能包庇他呀！德不配位，像这种违法乱纪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待在明氏。是谁说我德不配位？哟，副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各位不用着急，我今天过来，只是为了陪明叔。看来您总是知道自己凶多吉少，所以才把副总找来给你撑腰。可惜你犯了罪，就算副总在，也保不了你。请问我犯了什么罪啊？当然是挪用贺氏集团5亿公款。这5亿明明是我拉来的。小叔，你就别狡辩了。你开除那个会计今天已经去举报你了，证据确凿，很快就有人调查你了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他是去举报你明宗远经济犯罪，举报秦舒曼和明雪瑶这些年挪用明氏公款私置房产呢？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是不是危言耸听？看看这个就知道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些？当然是我一一搜集的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一定要留在明家？就是为了接近你们，拿到你们犯罪的证据。这都是假的，都是你伪造的！别再自欺欺人了。
你们指使会计去监管局举报，说起来，还是你们把自己送进监狱了。你这个混账！你害了我们明家全家！你敢打我！我可是明叔的父亲！你抛弃亲，任由自己亲人和私生女欺辱明叔，你有什么资格做他的父亲？从我妈死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有父亲了。明宗远，你不是一直说我妈的死是个意外吗？这些是秦舒曼买凶、制造车祸的录音证据、转账记录，还有中间人证词。他是杀人凶手，你就是那个包庇他的帮凶。我们之前你母亲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是他，是秦舒曼一个人干的。你个老不死的，你竟然把锅都推给我！当年明明你也同意弄死那个贱人的，你给我滚开！小叔，爸爸错了，你求你看在我这么大岁数份上，这就饶过我，放我一马好不好？不可能，秦舒曼他再蛇蝎心肠，可你比他可恨10000倍。既然你这么宠爱自己的私生女和小情人，正好陪着他们一起坐牢去吧。来人，拉出去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两位放心，我没打算把你们怎么样。只要你们愿意把手中持有的股份转卖给我，我就可以让你们光荣退休。明叔啊，你以为当上董事长就万事大吉了？集团公司内部盘根错节，你还太年轻，根本压不住啊！我相信明董事长的能力。接下来，我也会跟明氏集团董事长明叔达成长期合作。只要有了副总的帮助，我相信明氏集团一定能起死回生。好，我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你，让你当明氏的继承人。我也同意。明董事长，恭喜！副总，合作愉快。贺总，明氏情况怎么样？明董事长、明太太还有二小姐明雪瑶都被带走接受调查了。明董事长在路上突发脑溢血，已经去世了。是明叔，是他在报复明家人。夫人现在已经是明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不然您还是去跟他求求情，让他别来对付您。来不及了，他只要一出手，那就是一击必胜。贺氏要保不住，估计下一个被带走的就是我。贺林川先生，我是税务稽查局的工作人员。我们接到举报并掌握初步证据，显示你名下子公司存在偷税漏税及虚构交易行为的嫌疑，请你配合调查。太美了，宝，我保证你绝对是个世界上最耀眼的女王。傅修燕看到肯定移不开眼。
我这刚拿到离婚证，他就催着要结婚，不知道急什么。谁让你每天只知道工作？我要不再赶紧抓紧你，你跑了怎么办？你觉得我是会被婚姻绑定的人？不，我是觉得你是会被我绑定的人。副总未免太自信了。明叔，我对你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。我欣赏你在商场的杀伐果断，更着迷于你为自己而活的锋芒毕露。我从来没有想过遮盖你的光芒，我只希望能成为你的后盾，与你一起并肩而行。我很庆幸2年前遇见了你。就只是庆幸啊。傅修燕，我爱你。